别人穿越开局龙傲天，我叫周傲天，却空有狂名10余年，月薪5000级地铁，房租水电压得喘，日子过得比白开水还淡。本以为这辈子就困在社畜循环里，直到儿子被混混踹车门骂穷酸种，被跆拳道冠军指着鼻子如小废物，濒死护崽的瞬间，无敌亲爹系统轰然觉醒。宾利车主敢要20万赔偿，红旗 L5 开道，混混当场跪地送10万押金费。跆拳道高手赶逃传武士花架子，传武宗师附体，一人干翻6个飞带，让全国冠军磕头认错。从此刻起，谁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我周傲天就掀了他的天。管你是富二代还是行业大佬，敢欺我崽，必让你颜面扫地，哭着求饶。下午4点的东安新市实验小学门口，阳光把停车场的水泥地晒得发烫。周傲天靠在那辆骑了5年的旧电动车上，指尖飞快划着手机屏幕，心里还盘算着晚上给儿子做可乐鸡翅。突然，一道小小的身影带着哭腔冲过来，拽得他裤腿都变了形。爸，出事了，我把别人的车刮了。别怕，跟爸说清楚是什么车，咱们该赔就赔。周蛋蛋攥着周傲天的衣角，小手在空中比划着翅膀的动作，急得话都说不完整。就是车标上有个 B， 还有小翅膀，特别亮。周傲天的心猛地一沉，顺着儿子指的方向跑过去。不远处，一辆黑色宾利静静停在车位上，车身锃亮的能映出人影，可车门上那道半米长的划痕，像一道狰狞的伤疤，刺得他眼睛生疼。宾利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里的银行卡，里面那点存款，连补漆的零头都不够。他转身想骑电动车去找车主商量，可手抖得厉害，钥匙插了3次都没插进锁眼。在他不知道的地方，一伙人正在进行直播，而直播间里的弹幕早已炸开了锅，在线人数突破5万，满屏都是这是要跑路，刚才还说勇敢面对，现在怂了，看来是准备气号重开了。爸，你别丢下我，我错了，我不该乱跑，你别不管我啊。对不起了儿子，父爱如山倒，下辈子再见吧。刚要狠心拧油门，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怒喝，震得人耳膜发疼。谁他妈敢动？刮了我的车还想跑？只见一个光头大汉叼着烟，戴着比手指还粗的金项链，身后跟着10几个染着黄毛、纹着花臂的小弟，浩浩荡荡的冲了过来。光头一脚踹在宾利车门上，发出哐当一声闷响，唾沫星子横飞。知道这是什么车吗？宾利飞跃，补个漆要20万，就你这穷酸样，卖了你俩都赔不起。一个黄毛小弟上前一步，伸手就要推周傲天，嘴里还骂骂咧咧。就你刚才还想跑，刚刮强哥的车，今天不给你点教训，你不知道天高地厚。周蛋蛋却梗着脖子挡在周傲天身前，小小的身躯抖得厉害，声音却很坚定：是我刮的车，跟我爸没关系，你们别欺负他。叮！无敌亲爹系统激活成功，检测到宿主儿子面临威胁，触发新手福利，赠送红旗 L5 一辆，车辆即刻送达。脑海里突然响起的机械音让周傲天愣在原地。我靠，穿越10年迟来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吗？周傲天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狂喜，他挺直腰板，从口袋里摸出烟，点燃后深吸一口，烟雾直直喷向光头强的脸。光头强被呛得咳嗽不止，刚要发作，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整齐的鸣笛声。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辆黑色红旗 L5 缓缓驶来，车头插着2面鲜红的旗帜，车身线条庄重威严，车牌东 A888888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围观的家长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直播间的在线人数瞬间突破10万，弹幕刷的根本停不下来。我的天，这是红旗 L5， 这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车，原来这位大哥是隐藏的大佬。光头强的脸瞬间变得惨白，他3步并作2步冲上前，想看清车内的人，可当司机打开车门，恭敬的将钥匙递给周傲天时，他的腿一软，差点栽倒在地。周总，您的车已经清洗完毕，请您验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光头强咽了口唾沫，连忙从钱包里掏出手机，点开微信收款码，双手递到周傲天面前，脸上堆起谄媚的笑。周总，误会，都是误会，这10万块是给小少爷的押金费，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周傲天瞥了他一眼，接过手机扫了收款码，叮的一声，10万块到账的提示音格外清晰。就在这时，一个地中海发型的男人从人群里冲出来，脸色惨白，对着周傲天不停的鞠躬。周先生，对不起，我们是困难抉择节目组的，这都是我们设计的实验，我们愿意赔偿您的损失。我明白了，你们用我和我儿子的意外拍你们节目呗。令公子受了这么多委屈，依我看，怎么着也得100万。啊，导演，这是我们后面节目所有的经费了。闭嘴，得罪了大佬，我们都没好果子吃。瞧见这一幕，直播间里满是爽，活该，早就看不惯这种破节目了，我靠跪舔。打脸一场胜仗的父子2人，此刻正坐在火锅店里，一声柔媚的声音让周傲天抬起头来。今天什么好日子呀，怎么来吃火锅了？老婆孙花花身着职业装从门口进来，坐到他们面前。她年轻时是大学校花，哪怕是生过孩子了，依旧风姿卓越，
姿容不减，为人父的妩媚，让他甚至更胜当年。老婆，我想告诉你件事，我有个太爷爷，有一笔遗产，我就买了辆车。你这些年总是挤公交坐地铁太辛苦了，这台车就给你通勤用。老公，几人热火朝天的讨论起来，却惹恼了隔壁桌明显喝多了的剑兽大汉。吵死了，还让不让吃饭？死女人闭嘴！看你长得不错，给老子笑一个乐乐，我就原谅你。给我妈妈道歉！你个小东西，哪来的野种，也敢和老子这么说话？周蛋蛋在周傲天的鼓励下站到他们面前。我妈妈之前吵到你们了，应该道歉，但是你们骂我妈妈了，更应该真诚的道歉。周蛋蛋的言论让周围食客称赞。一位恰好此地直播的吃播女网红夭夭闻声赶来，这种冲突事件绝对有流量，直接将直播摄像头转向他们。小野种，你还真敢说，劳资可是连跆拳道的，你们俩一大一小两个杂种都逃不过。叮咚，察觉到宿主儿子被跆拳道高手找茬，父爱系统触发，绑定散打武术宗师级别。叮，系统绑定成功。周傲天浑身气势骤然一变，发出的气场让周围食客惊叹起来，直播间的也轰然一片。这大佬气势简直是没谁了。是啊，实在是太帅了，比那些娘炮明星不知道帅了多少倍。天啊，我沦陷了。而醉汉那边已经开始发动攻击，直指周傲天面门。周傲天他向前探了半步，沉身一靠，两个人就这么一上一下的飞了出去，直直的撞在了墙面上。这仅仅是几十秒发生的事。天啊，我都没看到他干了什么。对啊，他就这么往前走了一步，这两个人就飞出去了。帅哥太牛了吧，像大侠一样。夭夭直播间的观众们和现场吃瓜群众纷纷感叹。夭夭本人见周傲天的风姿，也忍不住脸红心跳。处理好一切准备离开的周傲天自然也注意到了夭夭。面对弹幕的一片红旗大佬牛逼，他冲着弹幕笑了一下，说明要给妻儿打码的要求后，就携母子俩离开了。周末上午，市体育馆的跆拳道馆里热闹非凡。此刻的周蛋蛋正在和一个叫林安的小男孩对练。周蛋蛋一个侧踢，稳稳击中林安的护具。裁判宣布周蛋蛋获胜。林安哭着跑向场外，一个穿着黑色道服、腰间系着黑带的男人立刻迎了上去，正是林安的父亲，跆拳道黑带全国冠军林狗。小屁孩敢欺负我儿子，让你爸过来，我教他怎么做人。周傲天刚要上前，林狗身后的5个男人也站了起来，个个身材壮硕，腰间不是黑带就是红带。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功夫，别以为会2下花架子就了不起。恰好路过的夭夭见状，连忙开启手机直播，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已经突破15万，弹幕里满是这也太嚣张了，欺负小孩算什么本事，大佬快教训他们。周傲天眯眼，刚想开口，系统音就传来，叮，检测到宿主儿子被辱骂，解锁传武宗师能力，全方面体术加强。林狗见周傲天不动，以为他怕了，挥拳就冲了过来，拳头带着风声，眼看就要打到周傲天的脸。周傲天却轻轻一侧身，左手抓住林狗的手腕，右手抵住他的胸口，轻轻一推，林狗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重重撞在墙上，疼得龇牙咧嘴。给我一起上！其余人纷纷出手围攻，周傲天身影如鬼魅，挨个打过去，很快现场躺倒一片。跆拳道不过是花架子，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功夫才是真本事。林狗见状扑通一声跪下求饶，周先生，我错了，我再也不敢看不起传统武术了，求您饶了我吧。夭夭的直播间里，弹幕刷的根本停不下来，大佬牛逼，传武 YYDS 太解气了，的字样占满了屏幕。传武大佬虐哭跆拳道冠军的话题瞬间冲上热搜第一。周傲天牵起周蛋蛋的手，孙花花走过来挽住他的胳膊，一家3口走出跆拳道馆，阳光洒在红旗 L5 的车身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周傲天回头看了一眼狼狈的林狗等人，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有了这个无敌亲爹系统，以后不管儿子遇到什么麻烦，他都能护儿子周全。得益于夭夭，周傲天在那天力挫跆拳道协会的一众师兄弟后，整个网络都沸腾了，一炮而红。主播夭夭为感谢周傲天带来的流量红利，设宴答谢。周傲天也一改往日低调盛装出席。席间，周蛋蛋误点直播 PK 报名，将夭夭推向与大主播对决的困境。关键时刻，系统赠送周傲天9000万斗鱼点，他以皇帝 VIP 身份豪掷千金，接连碾压小红旗、柳柳大主播等对手，一路挺进决赛，甚至让游戏区大佬99哥哥主动认输，助夭夭夺冠。傲天哥，我从来没遇到过像您这样的男人，我对您早有倾慕之心。不要说了，我很爱我的老婆，不会接受你的。夭夭对这个意料之中的答案苦笑，黯淡告别。1周后，周蛋蛋迎来了期末考试。爸，我考了年级第1，数学超纲题我都做对了。放学门口，路过的同班同学潘明不屑撞了一下周蛋蛋的肩膀。哼，肯定是抄的，这题连老师都说难，你怎么可能会？周蛋蛋急红脸，我没有。潘明，你别胡说。
潘校长叼着烟走过来，一把拉住潘明。周蛋蛋，一言不合就想动手，真没教养。校长，孩子间的事先问清楚再说。我是校长，我说了算。谭明说你作弊，你就是作弊。明天起你休学回家。丁，检测到宿主儿子被无故刁难，赠送宿主儿子所在私立学校的所有权，获得学校的全额股份。各种合同已经放在您的包里，请注意查看。周傲天顿时一喜，拿出文件袋，抽出股份合同。休学，你先看看这个。潘校长接过文件，脸色渐变，手发抖。晨光集团股份转让，校董证明。现在你觉得谁该走？潘校长扑通跪下。校董大人，我错了，我不该诬陷您儿子，求您别开除我。周傲天转身牵周蛋蛋。学校容不下滥用职权的蛀虫，你明天不用来了。周蛋蛋回头朝潘明做了个鬼脸，父子俩离开，潘校长瘫在地上，一脸死灰。回到家，周傲天又接到了11的电话。傲天哥，你别误会，我打这个电话是有几家媒体想邀请嘉豪参加一档叫《天才小神童》的节目。这段时间您在网上太火了，嘉豪也确实成绩很不错，所以这节目还挺有意思的，就让嘉豪去玩玩吧，见识世面。节目当天，周蛋蛋全程表现亮眼，周傲天坐在台下与有荣焉。然而，就在最后一轮决定是否晋级时，受到评委陈平的刁难。接下来到最后一题，请在30秒内原创做出一首诗。周蛋蛋在台上瞬间傻眼，周傲天更是紧蹙眉头。30秒很快过去，周蛋蛋挑战失败。陈平摇了摇头，看来周蛋蛋小朋友就止步于此了，很遗憾，挑战失败。丁，检测到宿主儿子被节目组评委故意刁难，奖励宿主觉醒前世与本世界的各种文学技艺，成为文学大家。等等，用成年人都做不到的要求来为难这么小一个孩子，是你个人与众不同的兴趣爱好吗？你要是够胆，就跟我比一场，就比文学。陈平本想打哈哈，却被导演制止，并同意了周傲天的要求。陈平对周傲天的态度也从不屑一顾到了震惊不已。最后一轮就比30秒作诗，我听说这位陈老师对我国唐朝颇有研究，那我就做一首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诗歌吧。接下来，陈平和在场的众人就听到了前世一首传唱千秋的一首杰作，在此间却并没有问世的《长恨歌》。在众人震惊不已时，周傲天又紧接着背出许许多多的传世名篇，全场寂静。这些诗词简直是只可天上文，您是真正的文坛大家，您的诗篇将流传千古啊！周傲天一番令人瞠目结舌的表演，再次爆红网络。天哪，周傲天大佬创作出来的这些诗歌简直无敌，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能写出这样有水平的诗词。周傲天本人没有爆红的自觉，依旧每天过着自家的小日子。这天接到了许久不曾联系的刘二富的电话。周哥，救救我吧！在很早之前，周傲天沉迷赛车，并且技术极佳，也因此与刘二富相识，但在结婚后两人就没有联系了。从前您在盘山赛道救我那次就说过我过弯节奏有问题，今天果然栽在这了，求您再点拨我想赢下周末的锦标赛。周傲天应下后，开始带着刘二富进行模拟培训。1周后，刘二富捧着奖杯找到周傲天，态度尊敬无比，直喊师傅。师傅，没有您上次教我的点刹过弯法，我赢不了，这是我家公司5%的股份，您必须收下，就当谢您从前救命家这次指导。周傲天经不过刘二富的热情，只得收下。回去查了才得知，这些股份价值千万。突然跻身千万富豪的周傲天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老婆孙花花开设计公司的梦想可得以实现了。在告知妻子后，两人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一早就去孙花花所在的公司准备离职。但刚上公司2楼，就被一个打扮油腻的男人拦下。你就是周傲天，劝你别跟我抢女人。威廉拦住二人，晃着车钥匙，满脸不屑。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也敢跟我抢嫣然？老公，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辞职就是。不用辞职，该走的是他。子杰，帮我搞定某某公司的威廉，他骚扰你师娘。好的，感动周哥的人，您等着，我半小时内让他爸亲自来道歉。挂断电话不过20分钟，威廉手机突然响起，接通后瞬间脸色惨白。爸，您怎么突然骂我？刘子杰刘少，我没惹他。威廉挂了电话，看着周傲天的眼神从轻视变成惊讶，扑通跪地。周先生，我错了，求您让刘少说情，别让我家公司倒闭，我马上辞职，让嫣然当副总。早这样，何必自讨苦吃？到家后过了几天平静日子，几日后的放学路上，先前被击败的林狗堵在学校门口，朝周傲天递出战书。副会长钱云听说了我们的事，要挑战你，不敢接就是胆小鬼。爸爸才不是胆小鬼，我们接。
3天后，我会让你们知道跆拳道多可笑。通过协会大肆宣传，事件很快上了头条。刘子杰来电询问情况，周傲天与其交流一番后，刚挂电话，孙花花拿着报纸走来。出了这样的事情，怎么不跟我说？这个钱云曾打死人，你上场绝对不能受伤，知道吗？放心，为了你和子豪，我不会的。挑战赛当天，周傲天抵达会场，刚进门就被一堆记者围堵，闪光灯啪啪不停。您怕钱云吗？我来就是让大家看清，跆拳道不过跳梁小丑。听到此话，人群欢呼。到达休息区，周傲天与钱云对视，气氛紧张，比赛即将开始。擂台会场人声鼎沸，跆拳道协会负责人于云在台下眉头紧锁，武道宗室逍遥在中心看台坐镇。周傲天刚上台，钱云便指着他嘲讽：“就你这1.75米的身板，还敢说赢我协会数十人？耍诈的吧？耍没耍诈？问林狗去！你们赢不起就搞事，这协会不是垃圾是什么？”钱云闻言怒不可遏，摆好备战姿势，朝着周傲天喊道：“我输给你，给你100万，你输了磕头认错。谁要你钱？我赢了，你给我磕头，还要绕场大喊跆拳道是垃圾。而且要是我一招解决不了你的话，不用打了，我直接认输。”钱云怒极反笑，待裁判喊开始，便直冲上前。周傲天凌面不改色，一拳轰出，钱云应接后踉跄到擂台边，强撑道：“我接住了，你输了。你再看看呢。”钱云刚动，便口吐鲜血倒地。逍遥起身揭露真相：周傲天是宗师级，钱云早被他的内力重创了。于天急了，在众人惊呼下跳上擂台挑战。我跟你打，输的听赢的。行啊，我赢了，你就解散协会。二人瞬间爆发激战，拳拳到肉，直至最后双方负伤力竭，约定一招定胜负，但最终均撑不住，达成平局。待到华山论剑大赛，我们再分高下，随时奉陪。跆拳道协会办公室，于天捂着胸口咳嗽，林狗、小弟赵康围在旁，满脸焦急。会长，华山论剑，您有伤在身，要是输了，我已经把师傅从英国请来了。您是说木上大门宗师，有他在，周傲天肯定完了。次日，周傲天送周蛋蛋上学，在校门口突然被逍遥叫住。周傲天先生，我是武当逍遥，想邀你加入武当。多谢好意，我此次只为给儿子证明，不想入任何门派。果然性情中人。对了，华山论剑要入场券，我帮你搞定。几日后，周傲天收到邀请券，顺便邀请了刘二富和夭夭现场观赛。华山论剑预赛当日，体育场人声鼎沸，记者围着周傲天采访，远处却传来一阵骚动。只见木上大门带着于天一行人走来，推开记者，径直站到周傲天面前。就你这样的能和我徒弟打平，我不信。事实就在那，擂台见分晓。比赛开始，周傲天抽到35号签，对手是个壮汉，壮汉选了大刀，周傲天却只要一根木棍。裁判一声令下，只见周傲天身形一闪，木棍抵住壮汉胸口，轻轻一推，壮汉摔下擂台。另一边的木上大门却将对手打得骨折流血，遥遥对他比个中指。周傲天冷笑，当即回指。预赛暂歇，一场大战即将来临。比赛暂歇，周傲天带着夭夭、刘二富赴妻儿饭局，却不见人。奇怪，明明说好在这附近等，怎么没人？师傅，会不会是师囊带小师弟去买零食了？周傲天摇头，急忙拨打妻子电话。电话接通，听筒里却传来陌生男人的冷笑：“小子，你老婆和儿子在我手里，想让他们安全，下一场比赛就给我输。”你是跆拳道协会的人，敢动我家人，我让你们陪葬。别废话，下午2点半前不听话，等着收尸。被挂断电话后，周傲天气势汹汹地找上跆拳道协会，但于天一行人一无所知的样子，不似作伪。焦急之时，在夭夭的提示下，找到逍遥申请调监控。停，调这条巷口的录像。巷子没监控，但巷口有车轮印，像是急刹车留下的。周傲天脑中突然响起系统提示，侦探直觉被激活，他俯身盯着屏幕上的车轮印，眼神骤然清明。是小型低端车，很可能是面包车。子杰，你带兄弟查周围游荡的面包车，我去那条小巷。老婆、儿子，你们千万别有事。周傲天顺着小巷找到仓库，铁门上的新划痕格外显眼。他一手踹开大门，果然在角落看到被绑在椅子上的妻儿。刚想解开绳索，就被从背后偷袭一记闷棍，幕后之人竟是林狗。没想到你能找到这儿，可惜今天你和你家人都得死。是你，我不仅要你输，还要让你恨死于天。等我杀了你们，就嫁祸给跆拳道协会，谁也查不到我头上。说罢提棍一打，千钧一发之际，于天带人赶到，见人多势众，林狗秒跪，并指人木上大门。木上大门惊怒，抢过棍子打断林狗双腿。木上大师何必装模作样？说着，刘二富从门外走进来，点开手机开始播放。木上大门叮嘱林狗事后嫁祸给于天的声音清晰传出，于天不可置信看向木上大门：“你们怎么会发现
穆上大门，你以为绑了我家人就能让我退赛？错了，下午的比赛我不仅要赢，还要让你跆拳道协会颜面扫地。第二日的比赛，周傲天顶着纱布参赛，对手均是跆拳道社成员。在社长于天授意下，他们一上场就认输。观众见状群情激愤，大喊打假赛，退钱。周傲天见状更是拳头紧握，但此刻只得静观其变。到家，一家三口开始讨论绑架细节。当时他戴着口罩加班，工作人员才把我和妈妈骗走的。是啊，对了，今天一天都没看见夭夭，不会也出什么事吧？别担心，我明天赛后去看看他。次日，刘二富发来穆上大门对战视频，视频里他连带11人，却回下死手，现场血腥不已。这小日子真他喵凶残，师傅你要小心。考虑到家人，周傲天叮嘱妻儿对战穆上大门当天不要去观赛。下午到达赛场，周傲天在上台前刘二富讨论时，一旁工作人员递来一瓶水，而二人均未发现瓶上有细微的针孔眼。下一场，周傲天对战于天，请双方选手上台。于天和周傲天一上台就气氛火热，几个回合下于天暂处下风。就在周傲天再次出拳之际，突然身形一顿，竟开始咳血。你怎么回事？少废话，打！周傲天强撑着出拳，却被于天借了杯子，两人双双摔向擂台外。观众惊呼中，周傲天死死拽住于天衣角，重重压在他身上。周傲天双脚未沾地，于天整个人躺倒场外。胜者周傲天，同级大佬牛逼！赛后于天直接找上穆上大门质问，却反被穆上大门解除师徒关系。于天思虑之下，叫来心腹赵康，让他接任会长，表明出走之意。而另一边医院里的周傲天情况危急，严重过敏引发肺部损伤，下病危通知吧。二父，你快想想办法，傲天不能有事。师娘放心，我去查那瓶水，肯定是跆拳道协会搞的鬼。刘二富带人前往跆拳道馆，于天出现在道馆，面容疲惫。是我下的药，别为难其他人。另一边周傲天情况危险，周蛋蛋随孙花花进病房，见周傲天浑身插满一气虚弱的模样，瞬间红了眼，痛哭着向护士请求一定要救活爸爸。叮，系统检测宿主儿子情绪悲伤过度，系统触发，世界顶尖内科医疗团队即将达到。下一秒，一群外国医护冲来，领头的正是史密斯。那是全球顶尖的史密斯，他怎么来了？史密斯先生，我师傅就拜托你了。放心，我的团队很专业。另一边大赛现场，裁判正要宣判周傲天弃权，却见周傲天从门口狂奔而来，在倒计时最后1秒跃上台。晚了，你输了。还差0.01秒，周傲天仍有资格。比赛开始，周傲天掷短棍分散注意力，一拳砸断对手长刀，再用一指将人点下擂台，结束比赛。下台后，周傲天找上穆上大门。穆上大门，你徒弟于天都招了，杀人未遂可是重罪。他早不是我徒弟，要杀要剐随意。穆上大门的无耻让周傲天狠狠握拳。次日华山赛场4强赛上，周傲天的对手是位白发老者。老者打量周傲天许久，突然走下擂台。我打不过你，而且穆上大门总说国术是垃圾，你保留好体力，一定要好好教训他。胜者周傲天。众人期待已久的决赛终于开始。擂台之上，周傲天和穆上大门眼神交流间，火光四溅。穆上大门暗暗捏住袖口，冷笑面对周傲天。裁判一声令下，猛地冲到周傲天面前上去一拳。周傲天本能完美格挡，但在承受一击后，瞬时口吐鲜血。卑劣小人，居然藏硬物在袖口！国术不过如此，认输吧，废物！拜服在我脚下。台下，周蛋蛋眼看他受伤，眼睛一红，突然大喊，全场观众跟着沸腾。老爸加油，你一定能赢！红旗大佬加油！我周傲天的字典里没有认输2字。穆上大门，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国术的厉害！穆上大门怒极，再次冲来。周傲天突然反身锁住他，脑袋狠狠撞向其额头。穆上大门吃痛，偷偷掏出硬物，猛地刺入周傲天腹部。我的手指！裁判，他犯规。规则没说不能咬人，不算犯规。周傲天夺过硬物，刺入穆上大门喉咙，两人双双倒地昏迷。孙花花和周蛋蛋疯了般冲上台，急救人员火速将两人送医。再次醒来已是3天后，孙二富得到消息赶来告知于天自首之事。于天，他是替穆上大门顶罪，他最敬重穆上大门，怎么可能指认师傅？次日，穆上大门坐着轮椅找到周傲天谈判，让于天恢复清白，自己去自首。你早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傲天，冤冤相报何时了？放他们一条生路吧。周傲天沉默片刻，点头同意。穆上大门当即前往警局澄清所有真相。网络上，
之前指责周傲天作弊的人纷纷道歉，舆论彻底反转。几日后，逍遥找上门，一是恭喜他为大赛冠军，送来宗室证明和奖金；二是米国杰森拳王对他很有兴趣，想发起挑战。孙花花一听就急了，连忙阻拦：“老婆放心，我不为虚名冒险。逍遥大师，麻烦你替我回绝。”周傲天出院傍晚，刘二富慌张找到他：“师傅，夭夭姐出事了，住处不仅乱糟糟，人也联系不上。经查说夭夭姐住的地方外来人口多排查难，现在怎么办啊？”“先别急，朝周边打听一下。”当晚，刘二富到夭夭住处，用金钱从邻居和房东处得知夭夭借了高利贷，前2天催债人上门后便失踪，顺便还拿到了催债电话与老家地址。次日，刘二富假装借钱将人约出来，到地下场所后表明自己来替夭夭还债，但却因刷卡时机器提示余额不足，惨遭关押。关小黑屋，发他照片让夭夭来赎。白天，躲在小宾馆的夭夭看到照片，哭着找到周傲天：“二父为找我被抓了，我当初只借15万，现在直接滚到1000多万，他们还涉及器官买卖，是纯正的法外狂徒。”周傲天听完当即让他打电话，拨通后，周傲天接过电话：“钱呢我这边有，但你确认二副的安全，咱们明天见。他少根头发，你公司别想开。”周傲天挂完电话，第一时间到达先前系统奖励的公司放款2000万，随即联系逍遥帮忙。一个绝妙计划从周傲天心中升起。高利贷公司办公室内，周傲天带卡赎人，卡上多出的100万，老板以利息为由全部笑纳。在救出刘二富后，周傲天给会计经理打电话，安排人伪装借贷者，分批去高利贷公司借钱，越多越好。明白，保证让他们资金周转不过来。借钱的人变多，老板起初喜不自胜，但很快资金就见底了。焦头烂额之际，小弟提出有一家叫瑞星的公司支持放款。老板来到瑞星公司，签订到期还款，还不上就转让公司的条款。很快，他借款金额到达5亿，瑞星公司开始拒绝借款。你已借5亿，到期该还款了。我还没收回放款，你再通融几天。被拒后，高利贷老板派手下提前催债，却发现借债人全是逆差。催债无果，老板只得给会计经理好处费，拿到更多金额。拿到好处费，会计经理转头就向周傲天汇报，收网的时候到了。次日，周傲天带着司法人员和夭夭等人来到高利贷公司。你们来干什么？我可没犯法。你欠我5亿，到期不还，公司归我了。这是假的，撕了也没用，还有10份备份。警察同志，那里有暗门，藏着他买卖器官的证据。司法人员打开暗门，冰柜里的人体器官和交易记录赫然在目。高利贷老板转身想跑，却被周傲天一脚绊倒，罪恶集团就此倒台。江海市器官案热度未消，周傲天又因将战拳王杰森的留言上热搜。老爸，同学说你要跟杰森比赛，还说你怕输不敢应战。我都不知道，别信网上的。孙花花叮嘱他别碰武道比赛。周傲天因语散播伤势未愈的消息，平息流言。不久之后，逍遥邀周傲天当比赛嘉宾。场馆内，周傲天听闻杰森俱乐部人骚扰女孩，还去道歉的事情，本就不喜。又见此人比赛时嘲讽国术，在击败逍遥徒弟和于天后，还想废于天的腿，终于忍耐不住，冲上擂台。欺负受伤的人算什么拳王？你这个胆小鬼还敢来！几番交手后，周傲天将其逼至下跪认输，却没想到杰森是个小人。在认输后，周傲天转身下台之际，起身偷袭，但周傲天早有准备，一巴掌将他扇晕，全场欢呼。师傅，你打杰森的视频火了，播放量超过500万，还有人想找你合作呢。火不火无所谓，家人平安就好。第二天，刘二富邀周傲天见面，提议帮市教育局设计国术体操代替传统广播体操。周傲天欣然答应，下午便与陈局长敲定拍摄教学视频。另一边，周蛋蛋科学课上他的花洒发明遭老师嘲讽蠢病罚站，回家后朝周傲天哭诉：爸爸，你骗人！老师说我的发明是垃圾，呜呜。丁，恭喜宿主获得了科学达人的称号。周傲天获得称号的第一时间就告诉儿子，他们去造机甲。次日捡废钢，连夜绘图。完工后，周蛋蛋穿着机甲到校，老师却让其叫家长见。周傲天带着孩子找到校长：像你这样撒谎成性的儿子不用来上学了。是吗？依我看，你这校长不用做了。随即当场拨通陈局长电话。陈局长一听命令调查校长，校长瞬间瘫软。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求您放过我吧。校长被卸任。放学后，周傲天带着周蛋蛋接老婆下班，却见一个自称王二狗的男人骚扰妻子。周傲天一脚踹飞王二狗，将其制服。考虑色狼太多，周傲天决定帮老婆开香水公司。为让妻子快速了解市面香水，
周傲天携妻儿参加了一场香水聚会，却不曾想又遇到了王二狗，不仅吐槽一家都是土包子，还搬出了顶级香水设计师詹姆斯，狗蛋大开嘲讽：我们才不是土包子！哎呦，小土包子还会说话呢！叮咚，检测到宿主儿子被嘲讽，获得世界级香水调配能力，获得世界级香水鉴定能力。周傲天勾起嘴角，当即约定进行一场香水比赛。在下不才，对香水也略有了解，想与狗蛋先生切磋一番，不知狗蛋先生意下如何？哈哈哈！你要是能赢我，给你磕头，给你1000万；但你输了，你老婆要给我睡一晚上。比赛开始，二人开始制作香水。对比狗蛋那边的专业操作，周傲天这边可谓是小孩子过家家，众人纷纷不看好。但不曾想结果出来，众人纷纷被打脸，投票最多的竟是周傲天的香水。请收我为徒吧，我愿意将我年收入的一半双手奉上。周先生的技术炉火纯青，请收我为徒吧。不好意思，不收徒。几日后，周蛋蛋为参与机甲战士绘画征集，和周傲天去买工具，却遭文艺青年罗仁正嘲讽：小孩画的垃圾也配买专业工具？我这会讲机甲设计才是真东西。机翼超15版哈特诺顿，火箭炮超13版阿伯特布德，也好意思叫原创？文艺青年闻言落荒而逃。一旁的北南先生见状，对周蛋蛋的画作很是欣赏，邀父子二人去家中。小朋友，我想收你为徒，还能给你黑暗杜克徽章。爸爸，我想去。到了北南豪宅，其孙子冯一安和外孙葛彩见到周蛋蛋，满脸不屑：连毛笔都握不好，也配学国画？丁，检测到儿子画画被嘲讽，宿主获得国画大师称号。这是独创风格，我来接着画。只见周傲天左右开弓，很快一幅山水画成型。北南凑近一看，发现细节满是巧思，明明是大家风范啊！当即请求周傲天参与一场慈善拍卖，顺便收下自家孙子为徒弟。那他们得叫我师兄，要不然不答应。见过师兄。孙花花受到了著名香水公司嗨嗨的合作邀请，周蛋蛋也因为先前在抖音发布的机甲设计图作品入围了机甲战士活动决赛，一家人喜不自禁。到电视台后获总设计师称赞，台下周蛋蛋的同班同学吕乐乐却指其抄袭。他抄袭，我有证据。请你说清楚，不能污蔑孩子。这是罗仁正早发的视频，和你儿子设计一模一样。就在百口莫辩之际，话题主人公罗仁正与他的师傅曾正浩从门口走来，他们是来参与评审的。周蛋蛋顿时认出罗仁正就是前几天买话剧时碰到的那个文艺青年，就是他抄袭了我的设计稿，是他陷害我。小朋友，请拿证据说话。对了，直系亲属的证明是无效的。周傲天一听，当即联系北南。不久后，北南到场，北南直接无视曾正浩师徒的问候，直言早见过周蛋蛋原稿。罗仁正气即称其被收买，遭台下反驳。北南大使一张画就价值过亿了，不可能被收买。而周傲天那边也通过老婆帮忙调取到了导购视频与文具店监控，证明周蛋蛋是先拿画稿，而罗仁正在一旁偷看，全场哗然。罗仁正，我们师徒情分到头了。蛋蛋没抄袭，是我误会了，对不起。罗仁正为自己抄袭的事实付出了身败名裂的代价，在看到坏人得到应有惩罚后，父子二人安心离去。刚到家，却见詹姆斯身着黑衣站在门口，他表达了拜师并想同去海尔公司的意愿。周傲天本想拒绝，但在周蛋蛋的求情下，周傲天允考察2周。众人乘专机抵亚罗郡。嗨嗨展厅内，孙花花盯着一对珍珠耳环挪不开眼。突然，一个西装男人冲进来，指着夭夭怒吼：你们这些蹭展的穷鬼，弄脏了藏品怎么办？周蛋蛋眼看妈妈受欺负，拉着周傲天上前理论。丁，检测到儿子心疼妈妈，宿主获得语言达人称号。周傲天立即用纯正特恩母语怒对，当场取消合作。但糟心事一件接着一件，到达莉莉娜酒店大厅，又被前台刻意刁难。不好意思，我们不接待像你们这种来自贫穷国家、素质又低下的人。在周傲天一行人离开后，中途上卫生间的夭夭上前询问，却遭到了严重羞辱，还被摔碎了手机。返回的周傲天看到这一幕，冲上前一拳打飞罗德里克，一起道歉。酒店其他工作人员找来疯狗，两人剑拔弩张。而另一边的嗨嗨公司的杰弗里正持孙花花耳环资料，愧疚不已，疯冲酒店想挽回合作。3两下将认特恩姆为主人的疯狗打退。一个自称酒店商会会长的人姗姗来迟，开口就是要让周傲天被全国封杀，寸步难行。周傲天不屑地笑了。一个所谓的皇家酒店有这么大排场？别搞笑了。哼，我这就在群里发你的照片，让你在这个国家彻底被封杀。就在此时，护卫队队长加尔率人到场，态度十分尊敬。周傲天先生，您是我国贵客，欢迎您的到来。他只是个外来游客，应该将他赶出去。将这个会长逮捕，造谣滋事，损害国家形象。
周傲天一行人受到了最高礼遇。周傲天询问过后，方知特恩姆邀他是因小皇子对先前父子俩制作的可穿戴机甲十分感兴趣。见小皇子时，周蛋蛋主动搭话，两孩子很快交友。但异变突生，就在加尔递给小王子吃下一份食物后，小王子突然咳嗽不止，当场昏迷。加尔，你这个该死的私生子，快把这个加尔抓起来！周蛋蛋对这个新交的朋友很关心，系统提示周傲天获神医称号，当即看出来小王子是中毒了，但一旁赶到的老医生却说只是噎住。眼看小王子越来越痛苦，周傲天不顾王后阻拦，直接开始出手救助。10分钟后，小王子清醒了过来，国王连忙道谢：“周傲天先生，朕想与您做朋友。”不必了，安排我们回国吧。这一切都蹊跷得很，皇室的阴私还是少牵扯为妙。回国后，周傲天带周蛋蛋赴北南先生慈善拍卖会，一幅明显粗糙的画作让周傲天皱眉吐槽，却被一旁的钟爱香茶大师画作的燕书义听到，二人起了争执。这是香茶大师的画，你凭什么说不好？画工粗糙就是临时赶工的次品。两人不欢而散。拍卖开始，原主持人缺席，燕书义临时救场。当苏梦的画作被展出，无人出价时，周傲天举起牌，100万。他怕不是傻子，新人画也值100万。这是我的画，谢谢先生赏识。苏梦的解围让现场气氛好转。而就在拍卖进入高潮时，北南先生走上台。接下来4幅压轴画，不公布作者，凭实力竞拍。门外突然传来喊声，嗨嗨公司代表走进来。北南先生，我们也要参与竞拍。周傲天带周蛋蛋参加北南慈善拍卖会，嗨嗨公司携1000万慈善款闯入。竞拍开始，周傲天匿名画作引发争夺。大家制作，我们出1亿5000万，我们出2亿、3亿，并邀作者做终身设计师，我必为你们引荐。周傲天沉默，并未露身份。拍卖会结束，苏梦追上周傲天表达谢意。交谈间，周蛋蛋班主任方彩突然来电：“周蛋蛋爸爸，吕乐乐离家出走2天了，打这个电话是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见到过他。”吕乐乐一定是受不了总被他爸打，他以前还保护过我，是个好孩子。我们帮帮他吧，爸爸。方彩在召集家长到校后，想让各位家长帮忙寻找，但家长们纷纷不买账，还叫嚣要举报。关键时刻，周傲天挺身而出，将愿意留下帮忙的家长组成了搜索小组，并前往吕乐乐家找线索。经过周边调查，发现吕乐乐长期遭受家暴，并且吕爸最近购入了活性炭，周边邻居也吐槽他家的异味。可怕的真相浮出水面，周傲天找到搜索小组张虎的爸爸。张警官，麻烦叫队友来。你怎么知道我是？好，我明白了。经过警方介入，最后在吕家的储物间找到了吕乐乐凄惨的尸体。吕爸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吕妈崩溃大哭。吕乐乐案落幕，周傲天为保护孩子心理，对周蛋蛋隐瞒真相。孙花花闺蜜纪小梦来电聚餐，言语间调侃周傲天真实身份，让孙花花满心疑惑。第二天，孙花花独自逛 Clock 店挑礼物，因穿着朴素遭店员李娜轻视，还被李娜与经理李果联手设计敲诈。你破坏了限量款，赔偿1000万，我们这边已经报警了。周傲天接到张虎电话改制，系统触发，直接成为 Clock 董事长。他一拳打倒挑衅保安，掏出特殊名片。现在说说该怎么赔。董事长立刻开除李娜、李果。周总，我们错了。买好礼物，周傲天一家到达聚餐地点。纪小梦刚落座，就迫不及待拿出慈善拍卖会新闻，质疑周傲天隐瞒绘画能力，让孙花花吃苦。你这幅画可拍卖了3000万呢！这几年小花跟着你可以说是生活朴素，有这种能力，你为什么不一早展露出来？周傲天身形一顿，面对孙花花看过来的眼神，如芒刺背。就在束手无策之际，周蛋蛋在旁大喊：“画是我画的，北南爷爷说我有天赋。”家庭危机解除，几人又恢复到轻松氛围。聚餐结束后，纪小梦带着侄子侄女纪天一、纪月月来到周蛋蛋家做客。听说周蛋蛋绘画水平极佳，2个孩子都不信。他才多大呀？怎么可能画出那样的作品？就是，吹牛不打草稿。我真的会画画。说罢，周蛋蛋用铅笔画纪月月动漫形象。纪天一、纪月月惊讶不已，被周蛋蛋的画技折服。另一边，周傲天收到了一个快递，提及可能是11送的感谢礼物。纪小梦一听，当场炸锅。好你个周傲天，有钱就开始养女主播了，对得起小花吗？死渣男！夫妻2人各自解释一番，但纪小梦自然不信，让周傲天现场开箱以证清白。开箱后，一个黑暗镀壳手办现于众人前。周傲天拍头想起这是给周蛋蛋买的手办礼物，这才打消纪小梦的疑虑。随后敲门声起，打开发现是 HiFi 公司负责人，他携孙花花早年设计耳环上门，先是对他为先前的事情道歉，随即邀其任终身设计师。孙花花在众人鼓励下答应。庆祝之余，纪小梦问起包包的事情。
小花，你带来的这款包我在官网上没搜到呢，是还未发布的新款吗？对呀，我爸爸是 Clock 董事长，季阿姨，你以后有想要的包，直接告诉我爸爸就好了。什么？周傲天居然是 Clock 董事长？周傲天先前与周蛋蛋制作的机甲引起国家层面重视，由陈局长搭线面见相关领导。中午，周傲天赴陈局长之约，研究院的魏建福、刘晨突然出现。周傲天，机甲核心数据必须上交研究院，这是规定。数据我可以交，但我要研究院副院长的位置，否则免谈。你太狂妄了，简直荒谬！你以为凭什么漫天要价？此时，研究院的应洪德院长恰好赶到，目光扫过众人。周傲天的能力配得上这个职位，我同意。院长，下午家中，周蛋蛋看着吕妈妈判无期的新闻，面色平静。爸爸，我想参加吕乐乐的葬礼，能不能单独带我买个芭比娃娃？他羡慕芭比娃娃，每天都可以生活在一个特别美好的环境里，还非常的幸福，不用担心自己会挨打。可以，但以后这种事要告诉妈妈，别让妈妈觉得被我们排斥在外了。我知道了。父子二人并肩出门，夜色中藏着温柔的善意。次日下午，周傲天带着周蛋蛋前往祭拜吕乐。刚进墓园，就看到吕爸爸吕云凯借献花在直播关注，而方老师无奈地站在一旁。不久之后，吕妈妈钱慧也被警察押送过来参加葬礼，在墓前崩溃大哭的模样，引起周傲天疑虑。这钱慧不是亲手杀了孩子吗？怎么现在？吕云凯借着要与孩子单独相处为由，支走旁人，却与情人郭敏偷偷会面，暴露因吕乐乐撞破他们私情而家暴，且小儿子是他与郭敏所生，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早就在医院夭折了。还真是谢谢你，替我养了好几年的儿子，哈哈哈哈。钱慧得知真相后，目眦欲裂，喊着要去翻供，却被吕云凯嘲笑：“你这个畜生，还我的儿子！”你都已经认罪了，就别想翻身了，况且谁会信？见此情形，周傲天想帮钱慧辩护，却无律师执照。周蛋蛋在纠结后，希望吕云凯受到应有的惩罚。瞬时激活系统，周傲天获大律师称号。刚到家，刘晨、魏建福二人上门求见，周傲天将图纸交出，二人面色严肃，恳求周傲天前往研究院，并许诺走内部通道让他考取律师证。周傲天这才与他们驱车前往。不过这一路上电子眼众多，开车速度上可能……那我避开电子眼不就行了？小路是不的呀，魏建福要布好这一路上。我办事你放心。乡间小路上，魏建福已经做好痛死的准备，却不曾想周傲天竟然借颠簸位魏建福治好腰部就擒，二人拜服。周先生，您真是神了。途中遇特恩姆青年泽瑞尔迷路，周傲天用标准特恩母语沟通，得知其是破产的国际律师，曾辩护知名案件，遂同意在其同行。魏建福虽警惕，但未阻止。到研究院后，周傲天马不停蹄参加法律考试，考官车毅对此行为非常不耻，看着周傲天凝神盯着试卷冷笑：“周傲天先生，是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题太难了？您别着急，做不上是人之常情。我们研究院里也有很多过分自信，觉得自己能够一次考过的人呢。”但下一刻，周傲天刷刷下笔，以超短时间完成高难度试卷，让监考车毅从轻视转为敬佩。他居然真的有这个实力，这些作答真是神乎其技。另一边，魏建福为笼络周傲天，想介绍研究所最漂亮的叶奇美给他作为对象，而叶奇美因魏建福铺垫，误以为周傲天单身且背景深厚，在食堂主动搭讪周傲天。周先生，你也喜欢吃青椒啊？哦，我老婆喜欢吃，所以我也喜欢吃。叶奇美见周傲天对她兴致缺缺，憋着一口气回去精心打扮了一番，势必让周傲天为她倾倒，但不曾想周傲天早就在吃完饭后就离去了。周傲天获律师执照后，将泽维尔安置在酒店，承诺满足其浪漫用餐需求。返程时接到设计公司大区负责人季甜甜电话，约定次日会面。接着与泽维尔在一起研究案件，却被孙花花闺蜜季小梦发现。季小梦看着泽维尔金发碧眼的长发形象，误以为周傲天有外遇，拍照片后未告知孙花花。好你个周傲天，还是被我逮到了。周傲天通过和泽维尔聊天也得知了，泽维尔来华夏是为了寻找女神，并且在华夏有一位朋友。我刚刚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了，她是一位很好的妇人。周傲天刚要打去几句，周蛋蛋的电话就过来了。爸爸，刚刚有陌生叔叔打电话约妈妈出去。周蛋蛋，你瞎说什么呢？丁，检测到宿主儿子极度害怕情绪，获超人称号。系统话音未落，周傲天就突然不知道从哪里拽出一件超人服，在泽维尔目瞪口呆的表情下，直接瞬移回到了家里的空房间。我靠，我刚怎么做到的？这系统太扯淡了，超人都能变。后来周傲天才知道是周蛋蛋的误会，
夫妻二人也都解释清楚，感情升温。但纪晓梦可不知道，电话告知孙花花周傲天出轨的事，下一刻就和得到地址匆匆赶到的泽维尔碰上了。这才知道原来都是自己的误会，惭愧道歉。解除误会后，周傲天和泽维尔走到一边。原来你的朋友就是我老婆啊。是啊，这太巧了。对了，您的夫人和我的女神太相似了，我想……呆狗贼，你想都不要想。泽维尔赶紧连连摆手，头转得跟拨浪鼓一样。你误会了，我就是想问夫人身边有没有闺蜜。夫人和我女神这么相似，她身边的人很有可能有我的女神。周傲天这才平静下来，思考一番，向他推荐纪晓梦。本是好意，但一看泽维尔居然说可以尝试，但如果发现不是女神，他就直接离开的渣男人了，让周傲天再次化身超人，一把拎起他的衣领甩到天上。我警告你，抱着这种心思就别去招惹人家了。在泽维尔头昏眼花的保证过后，周傲天这才与他心平气和的开始调查案件。俩人先是勘察吕乐乐家，后向周蛋蛋问出吕乐乐的生活细节。深夜熟睡的泽维尔突然开始念念有词，称吕乐乐希望父母受惩罚，面容诡异。经过泽维尔解释才明白，原来他是通灵者。次日，周傲天送泽维尔回酒店，路上碰见纪晓梦，他乘车没有了想搭车回家，但因堵车，二人先去 club 见纪甜甜。而在家的孙花花则面容复杂。昨晚小梦睡着，嘴里一直叫着傲天的名字，还说喜欢他，我该怎么办呢？ Clock 公司内，周傲天带着纪晓梦参观公司展柜，却不曾想遇上员工河畔斥责二人，一度驱赶，甚至摔碎纪晓梦的会员典藏卡。我叔叔是公司负责人，你们等着吃不了兜着走吧。我们这的包包可都是远渡重洋过来的，带着高贵气息，你们这种乡下野狗的喘息会玷污我们包包的。保镖快给我过来，把他们赶走。保镖对河畔积怨已久，但还是无奈上前好言相存，二人离开后，纪晓梦以纪氏大小姐身份挖走保镖。就在河畔张牙舞爪之际，纪甜甜到场。他在查清真相后拍板开除河畔，但下一刻何长水迎面走来。我看谁要开除我侄女，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叔叔你可来了。何长水本想替河畔撑腰，但因不认识纪甜甜，护短被开除。后纪甜甜被周傲天以能力不足为由降职，纪晓梦自荐做大区负责人，而周傲天表示需考虑一下。纪甜甜工作能力确实不行，纪晓梦这边不知道情况如何，不如让老婆先来 Clock 负责部分事务，正好她后面去嗨公司任职，能多一份经验。公司大会上，孙花花收到周傲天信息赶到时，主为周傲天身侧，纪晓梦坐在他旁边，二人低声讨论些什么，手心不由得捏紧。泽维尔经过数日调查，在一家药店里感知到不祥气息，联系周傲天询问。周傲天在车里远远观察，认出店员是吕云凯小三。后来二人会见前会，前会一开始不愿意多说，身侧泽维尔一顿。我能感知到乐乐告诉我，他的右胳膊很疼。不，我的儿子。被突破心理防线的前会最终坦白真相，是吕云凯回家将孩子殴打致死，他因恐惧揽责。另一边的纪晓梦与孙花花单独喝咖啡，孙花花提及纪晓梦梦中喊周傲天。我承认我对周傲天心动过，但是我不会去做什么，我不可能做破坏我们友情的事。那你们在公司大会上，那是因为纪甜甜，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接下来，纪晓梦坦白了纪甜甜母亲曾谋害他们的过往，孙花花彻底释怀，闺蜜心结解开。泽维尔经过数日调查，在一家药店里感知到不祥气息，联系周傲天询问。周傲天在车里远远观察，认出店员是吕云凯小三。后来二人会见前会，前会一开始不愿意多说，身侧泽维尔一顿。我能感知到乐乐告诉我，他的右胳膊很疼。不，我的儿子。被突破心理防线的前会最终坦白真相，是吕云凯回家将孩子殴打致死，他因恐惧揽责。另一边的纪晓梦与孙花花单独喝咖啡，孙花花提及纪晓梦梦中喊周傲天。我承认我对周傲天心动过，但是我不会去做什么，我不可能做破坏我们友情的事。那你们在公司大会上，那是因为纪甜甜，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接下来，纪晓梦坦白了纪甜甜母亲曾谋害他们的过往，孙花花彻底释怀，闺蜜心结解开。一派胡言，这是我救助病人时意外被划伤。周副院长、李院长德高望重，你别污蔑。那你为什么对这个疤痕遮遮掩掩，总不露出全貌呢？说罢，一把扯下李院长的口罩，拦住他想捂脸的动作，疤痕得以全部展现出形状。这个形状让一旁的2位研究人员惊呼。我见过巴奎斯组织的资料，标记和院长疤痕十分相似。我也觉得眼熟。之前几次人才流失，好像都和李院长有过接触。以国家利益为重，带走。叫嚷的李院长被人押走，周傲天转向魏建福。我怀疑李治也有问题。
不可能，他是应院长的得力助手。周傲天，给你2天时间调查，我信你。次日研究院，周傲天观察到李治在走廊神色慌张，跟着车毅，而车毅手持武器设计图，皱眉思索，见到周傲天快步走来。周副院长，这是我设计的武器方案，您看看。这里结构缺陷明显，实战中会直接失效。期间，李治频频偷瞄图纸，引起车毅注意，不动声色地和周傲天对视一眼。在一番调查下，可以确认李治的可疑，但秉持着不打草惊蛇的态度，并未下令逮捕。周傲天在交代了一番后续计划后，向应洪德告别，回到家中。一到家，周蛋蛋向周傲天哭诉，奥数班的徐老师多次贬低他，且诬陷其解出奥数题是抄袭，还因他读不出公式名称，将其赶出教室。居然还有这种事！儿子，我们走。周傲天带子豪到辅导班讨公道，徐老师态度嚣张，以奥数加分威胁。补习班的老师常语附和，嘲讽周傲天家境。小的撒谎成性，大人也这般纵然吗？能上我们奥数班的家境都非富即贵，你们能上得起几节课就感恩戴德吧。就事论事，你们质疑我小孩能力，就现场让他重新解题吧。至于你讽刺我们家境，哼！周傲天打电话联系季甜甜，让他直接收购这个补习班。徐老师和常宇在旁嘲讽更甚。而另一边，周蛋蛋已经又一次将题目解答出来。用的什么假公式，全是错的。我要求其他老师过来查看，看看我儿子做的到底对不对。宋凯等老师被召集，在查看解题后多数沉默，只有一个叫吴晴晴站出来承认周傲天简便解题思路正确。蛋蛋用的解题公式目前我们还没有交到，属于是朝纲公式，解题思路和过程都是对的。什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你以公式名称否定我孩子的能力，何其荒谬！周傲天察觉徐老师异常，要求核查其入职资料。常宇在一旁拖延，徐老师神色慌张。丁，经系统核查，徐老师资质造假。通过系统得知徐老师资质造假，收礼克扣。周傲天直接提出验证，徐老师故作镇定。你查我也不怕，我身边机构邀请多的是，有你这样的家长孩子，我也不愿意在这教学了，我要辞职直接跳槽。我也不干了，现在就打电话给机构负责人。喂，我们这要申请离职。什么？要先向周先生申请？哪位周先生？周傲天，他买下机构了。奥数班内，徐老师见势不妙，转身想溜。站住，把相关资料拿出来核对。我凭什么给你看？少无理取闹！吴晴晴突然上前，甩出一叠纸。大家看，这是徐老师的假毕业证，我早就查证过了。家长们围拢核对，瞬间哗然。那他之前的教学荣耀总不能是假的吧？是假的，我早就发现他的教学成果都是伪造的，只是不敢举报。紧接着，周傲天拿出手机，展示季甜甜刚发给他的徐老师体罚学生的监控。家长们怒不可遏，纷纷上前推搡。住手！我们可以报警处理。部分家长面露迟疑，不愿作证，转身离开。周傲天追出教室，却被一群保镖拦住。当红偶像方杰傲慢地站在中间。让，别耽误我录节目。你怎么说话呢？我们这出了大事。你们这群平民也配挡方杰的路？周傲天上前一步，气场震慑全场，粉丝们瞬间晋升。季甜甜及时赶到。各位家长，我会负责劝大家出庭作证，奥数班后续由我管理。奥数班风波平息，周傲天带着周蛋蛋回家，路上小家伙嘟着嘴，满脸不悦。爸爸，我讨厌方杰，妈妈总看他的视频，上次我想让他讲睡前故事，他都在刷方杰直播。周傲天心头一怔，回到家果然看见孙花花对着手机屏幕一脸痴迷，屏幕里正是方杰的唱跳舞台。丁，检测到宿主配偶沉迷偶像，引发家庭矛盾，解锁唱跳达人称号，精通全球顶尖唱跳技巧。孙花花被父子俩的脚步声惊醒，慌忙收起手机。周傲天还没开口，11的电话就打了进来，语气急切。傲天哥，我直播人气跌惨了，平台让我参加爱豆选秀撑场面，你能不能来帮我站台？就当救急。我一把年纪了，凑什么热闹？爸爸，我们去打败方杰，让妈妈眼里只有我们。周傲天看着儿子期待的眼神，又想起11多次相助的情分，最终点头应允。孙花花连夜为他准备选秀装备，一边叠衣服一边忧心忡忡。你这年龄参赛，肯定会被网友吐槽高龄回锅肉。就是帮11撑场，走完流程就回来。孙花花眼神微动，总觉得11突然参赛另有隐情，却没再多问。周傲天拨通节目组电话，语气坚定：我要公开已婚身份，还要带儿子出境，不同意我就退出。没问题，我们会全程配合宣传。参赛时间敲定，但周傲天告知妻儿，选秀拍摄要等吕乐乐案件审理结束再启动。孙花花和周蛋蛋满脸失落，周傲天连忙帮着整理行李，承诺案件一结束就带他们去游乐园。随后他与11、节目组工作人员张小丽、
连云商议选秀方案。周先生，我们计划让你打拳出场，反差感拉满。太俗了。11，你选第2期当飞行嘉宾，首尾期竞争太激烈，第2期话题度最高。这个提议好，避开锋芒还能制造新鲜感。首尾期曝光度才高啊！选秀看的是实力，不是出场顺序。连云深表赞同，拍板定下方案。当晚家庭会议上，孙花花主动坦白，看方杰视频是为了研究时尚穿搭、助力设计工作。对不起啊，蛋蛋，妈妈忽略你的感受了。那我要惩罚你，以后不准看方杰，只能看我和爸爸的视频，偶尔还能看小姐姐跳舞。一家人哈哈大笑，误会化解。可周傲天刚躺下，手机就突然响起，是泽维尔的紧急来电。傲天，钱慧自杀了，现在在医院抢救。周傲天连夜赶往医院，看到病床上虚弱的钱慧，怒不可遏。你糊涂，吕云凯和郭敏还没伏法，你死了，谁替吕乐乐讨公道？我没有证据，乐乐死前总是睡。郭敏之前来看我说都是我害了乐乐。周傲天追问细节，得知郭敏探望后，钱慧情绪崩溃，当即找到医院工作人员质问，对方却为郭敏辩解，只是好心探望。好心能把人逼到自杀，你们要是再包庇，我让你们医院关门。工作人员吓得不敢作声。此时纪晓梦来医院做体检，恰好撞见这一幕，泽维尔连忙邀请他做翻译。他们吵起来了，我什么都听不懂，你帮我翻译一下。黑哥们的语言是不通的，好的，我帮你。安抚好钱慧三人，正准备离开，却遇到霍老先生带着中毒的狗狗来看病。这狗吃了吕乐乐家送的零食就成这样了，兽医说零食里有安眠药。周傲天眼睛一亮，这或许是关键证据。霍老先生起初同意作证，可次日周傲天在登门时，却发现他刻意躲避。周傲天悄悄跟踪，得知霍老先生怕遭报复，当即提出条件：我给你换一套130平的学区房，保证你孙子上学无忧，你只需要如实作证。我得跟儿子霍玉泉商量。霍玉泉赶到，误以为周傲天是骗子，指着他怒斥：你想让我爸得罪人？之前就有中介骗我们。吕云凯现在网上热度那么高，我们可不敢惹。我是参加爱豆选秀的周傲天，也是 Clock 董事长，房子我随时能给你落实。霍玉泉看到海报上的周傲天，又核实了身份，态度终于松动。我跟家人商量一下，明天给你答复。案件有了进展，周傲天刚松口气，就接到魏建福的急电，只能火速赶回研究院。周傲天，大事不好，李治招供了，他指认车毅是巴贵斯组织的内应。证据呢？李治说车毅多次向他透露研究院机密，还偷偷复制过机甲图纸。另外，叶奇美也有嫌疑。他明天会去江海市出差，你想办法接近他，查清楚他的底细。知道了，我会处理。挂了电话，周傲天直奔研究院，刚进大门就被北南先生拦下，身边还站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周傲天，这位是国家科研项目负责人张主任，特意来见你。周先生，你的机甲技术太惊艳了，研究院的经费已经全额划拨给你，希望你能留在国内为国家科研出力。我会尽力，但我有自己的节奏。回到家，孙花花收拾周傲天的行李时，无意间看到他手机亮着，想拿起来看看，却被周傲天按住。手机里有工作机密，不方便看。哦，我知道了。对了，小梦最近心情不好，我想让她来家里住几天，你觉得怎么样？没问题。孙花花看着周傲天毫不犹豫的样子，心里掠过一丝莫名的失落，却没再多问。次日清晨，周傲天按照魏建福给的地址，赶往江海市车站接叶奇美。出站口，叶奇美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看到周傲天，立刻露出甜美的笑容。周先生，麻烦你了，这箱子太重，我实在拎不动。上车吧，我带你去吃早餐。早餐店，两人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服务员见状，笑着端上一份情侣套餐，被周傲天制止，表明并非情侣。趁着服务员换套餐的间隙，叶奇美试图找话题，可周傲天却拿出吕乐乐的案件资料，专注地看了起来，完全没理会他。叶奇美碰了一鼻子灰，只能默默喝水。吃完早餐，周傲天将叶奇美送到酒店，转身就去见泽维尔。咖啡馆里，泽维尔将一叠文件推到周傲天面前。李云凯的银行流水查到了，他最近有一笔大额转账，收款方是郭敏的远房亲戚。叶奇美那边，你帮我留意一下，魏建福怀疑他有问题。没问题，我会安排人盯着他。两人聊完，周傲天驱车赶往周蛋蛋的学校。他发现学校的作息表十分不合理，周蛋蛋每日都困倦非常。到达学校，立马联系新上任的秘书米白琴，开启学校内部大会。大会上，学校学生的成绩近年来持续下滑，我们这个作息是合理的，就是要延长学生学习时间。是成绩重要还是学生重要？教育不要本末倒置，有不同意的直接辞退。在周傲天的雷霆手段和米白琴的协助下，新的作息表就此实施。周傲天解决完回家，推开门却愣住了，
叶启美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和孙花花相谈甚欢。孙花花告知纪晓梦临时来不了，叶启美是路上偶遇。在叶启美说来这出差后，他邀请借住酒店玩一下。有孙花花在一旁打圆场，周傲天只能压下不悦，点头同意。晚饭时，叶启美看着桌上的家常菜，皱了皱鼻子。孙姐姐，你的厨艺好像一般啊，我平时吃的都是星级厨师做的菜。抱歉，可能不合你的胃口。饭后，叶启美突然拉着周蛋蛋进了周傲天夫妇的卧室，摆出妖娆的姿势。蛋蛋，姐姐给你当模特，你给姐姐画一幅画好不好？子豪，别在卧室画画，我们去书房。妈妈，姐姐说这样画画更有灵感。叶启美挑衅地看向孙花花，孙花花只能强压怒火，转身离开。周傲天看在眼里，当晚就找叶启美谈话。叶启美，这里是我家，注意你的言行，离我儿子远一点。周先生，我只是喜欢蛋蛋，没有别的意思。有没有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再敢耍花样，我立刻让你离开。叶启美吓得缩了缩脖子，不敢再说话。孙花花心里却埋下了一根刺，当晚辗转难眠。第二天，她忍不住向纪晓梦哭诉：“这个叶启美太过分了，我现在就过去把她赶出去。”纪晓梦赶到周家，直接拿出一个限量款包包和一张酒店房卡，表示要不搬出去，要不保镖架着她出去。叶启美见纪晓梦态度强硬，只能收下礼物和房卡，灰溜溜地收拾行李离开。解决了叶启美，纪晓梦拍着胸脯保证：“嫣然，你放心，以后我来帮你盯着周傲天，绝对不让别的女人靠近他。”当天下午，周傲天带孙花花去选秀彩排现场，刚坐下就听到台下几个女孩的窃窃私语：“那就是周傲天的老婆，看起来平平无奇啊，周傲天怎么会喜欢她？听说他是靠周傲天才火的设计师，肯定是走了后门。”孙花花听得脸色发白，周傲天握紧她的手，低声安慰：“别理他们，嘴长在别人身上。”彩排开始，回国选手何峰穿着华丽的服装登场，演唱的歌曲歌词充满侮辱性，矛头直指周傲天。唱到高潮部分，何峰突然停下，指着孙花花：“那位女士，你脸上是什么表情？是不是觉得我唱的不好听？有本事上台来唱一首啊！”周傲天脸色一沉，何峰的经纪人连忙跑上台，想拉走何峰，却被何峰一把推开。何峰，别胡闹，周先生是节目组的贵客。贵客又怎么样？我粉丝比他多，他敢得罪我？总导演闻讯赶来，对着何峰怒斥：“你疯了！周先生是我们好不容易请来的嘉宾，你赶紧道歉。”周先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都是粉丝逼我的，他们说你抢了我的资源。起来吧，决赛的时候我等着你。何峰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跑下台。轮到周傲天表演时，何峰故意没通知他彩排，还偷偷让乐队升调。伴奏响起，和周傲天约定的调门完全不符，旁边的选手赵菲菲瞬间破音，观众席一片哗然。对不起，我没事，看我的。周傲天纵身一跃，从舞台侧面的升降台飞身而下，稳稳落在舞台中央。他开口演唱，声音清亮婉转，完美适配声调后的伴奏，高难度的转音和舞蹈动作一气呵成，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换上雪花特效，让女舞蹈家伴舞。雪花飘落，女舞蹈家围绕着周傲天翩翩起舞。周傲天的表演惊艳全场，台下掌声雷动。孙和直紧随其后演唱，稳定了节奏，彩排顺利完成。赛后，赵菲菲拉着周傲天的手，满脸感激：“周先生，谢谢你救场，晚上我请你吃饭吧。”“好啊。”两人走出演播厅，赵菲菲带着周傲天走向一辆豪车。周傲天有些意外：“我家是开酒店的，这是我爸给我的代步车。”何峰站在演播厅门口，看着周傲天的豪车绝尘而去，脸色阴鸷的能滴出水来。他的计划又失败。回到家，叶启美正在收拾行李，突然发出一声惨叫，捂着腿倒在地上。“我的腿断了，好疼。”“只是轻微扭伤，别装了。”周傲天一眼看穿他的把戏，委托纪晓梦留下来照顾，顺便让秘书米白琴作为辅助，也帮忙盯着学校那边的事情。自己则带着孙花花、周蛋蛋前往机场。孙花花接到嗨嗨公司通知，需要提前启程前往特恩姆参加设计展。一会我就走了，你带着蛋蛋在家要好好的。放心吧，老婆。爸爸，我想去趟卫生间。周傲天带着儿子去了卫生间，孙花花原地等待。几分钟后，登记广播响起，孙花花想给周傲天打个电话告知，却不曾想他手机关机了，只好独自登机。刚找到座位坐下，就看到周傲天抱着周蛋蛋走了过来，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你们怎么来了？”“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国外？我已经跟节目组请假了。”一家三口说说笑笑，温馨异常。抵达特恩姆后，夭夭也赶了过来，一行人入住皇家酒店。第二天，
夭夭独自前往林奇港达根路138号拍摄写真，却不知早已落入圈套。所谓的助理是绑匪伪装的。刚进拍摄场地就被控制。周蛋蛋在现场看见一个纸条，指出夭夭应该就是被绑架到此地址。丁，检测到宿主儿子危机意识，解锁瞬移技能，范围扩大至10公里。周傲天抱着周蛋蛋，瞬间瞬移到纸条上的地址。只见夭夭被绑在柱子上，几个绑匪正拿着刀威胁他。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放开他，我可以饶你们一命。绑匪头目掏出手机，拨通了黑帮头目疯狗的电话。没过多久，疯狗带着10几个小弟赶到，看到周傲天，突然脸色惨白，扑通一声跪下。周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的朋友，我要是知道，借我10个胆子也不敢绑架他。疯狗连忙给上级打电话求救，却被对方无情挂断。告诉你们老大，我在仓库等他，有种就亲自来。一个小弟不甘心，掏出一把枪对准周傲天。别以为我们怕你，再嚣张我开枪了。丁，检测到宿主面临威胁，解锁特种战士装备。周傲天身上瞬间出现一套黑色特种作战服、头盔、护具一应俱全，手里还多了一把激光枪，震慑全场。小弟吓得腿一软，玩具枪掉在地上。加尔，带皇家护卫队来林奇港达根路138号仓库处理黑帮问题。收到，周先生，我马上到。夭夭被松绑后，情绪逐渐平复。就在这时，仓库大门被推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了进来，正是疯狗的上级布鲁斯。老大，周先生，这是我的废物手下，给您添麻烦了，我来帮您处理掉。周傲天敏锐地察觉到激光瞄准的触感，瞬间瞬移到布鲁斯身后，一把夺过消音枪。泰勒家族掌门人布鲁斯先生，别来无恙。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你派了3个狙击手埋伏在仓库周围，分别在东南北3个方向的楼顶，手里拿的是 M24狙击步枪，我说的对吗？布鲁斯彻底慌了，对着周傲天行了一个特恩姆最高跪拜礼。周先生，我服了，我愿意臣服于您。就在这时，加尔带着皇家护卫队赶到，看到布鲁斯对周傲天毕恭毕敬，更是震惊不已。泰勒家族在特恩姆势力庞大，没想到竟然臣服于周傲天。周傲天带着夭夭到皇家酒店治伤，刚安顿好，泽维尔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周傲天，我在特恩姆遇到麻烦了，我的护照和钱包被偷了。别慌，我联系加尔，让他去接你。加尔接到通知后，半小时就找到了泽维尔，反馈已经妥善安置。第二天，周傲天带着周蛋蛋出门玩，路上周蛋蛋看到一张儿童科学比赛的海报，海报上印着周傲天设计的机甲玩具，还有一个笑容甜美的小女孩。爸爸，我想参加这个比赛，我想和那个小姐姐一起比赛。好，等回去和妈妈商量一下，我们报名参加。孙花花这几天在筹备办展，周傲天留在酒店休息。刚打开电视，脑中就听到周蛋蛋的呼喊声，瞬间瞬移回到孙花花身边，发现她正和一个陌生男人聊天，询问一番得知叫吉姆。周先生，你好，我是 HE 公司的合作方，很欣赏孙小姐的设计。离我老婆远点。吉姆碰了一鼻子灰，只能尴尬离开。设计展当天，泽维尔匆匆赶来，看到孙花花的设计草图被围得水泄不通，脸上满是赞赏。你穿得这么随意，也配进设计展？还有你，孙花花，一个外国人也敢在特恩姆办展？设计没有国界，我的设计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就说明它有价值。朗费罗赶到，看到这一幕，脸色一沉。伯克利，给孙小姐道歉，否则我终止和你们家族的所有合作。孙小姐，对不起，我错了。周蛋蛋拉着孙花花的手，骄傲地说：“妈妈，你真棒！”设计展继续，一位打扮高贵的男人走到泽维尔面前，脸上满是嘲讽。这不是卖不出去设计产品的泽维尔吗？这样我给你一个机会，签一份终身合约，月薪5000，跟着我干。西蒙，我不需要你的施舍。你别太过分，泽维尔的设计很有才华，我推荐他进 Clock 做手包设计师。你以为你是谁 ？Clock 会听你呢。周傲天掏出手机，拨通 Clock 分部的电话，开了免提。我是周傲天，推荐泽维尔担任 Clock 手包设计师，立刻办理入职。好的，周董，我们马上安排。西蒙脸色瞬间冷硬，周围的人也惊呆了。原来周傲天就是 Clock 的神秘董事长。就在这时，泽维尔的家族管家赶到，对着泽维尔鞠躬：“少爷，老爷让我来接你回家。当年你的设计失败，是因为家族没有铺货，并非你的能力问题。”泽维尔愣住了，随后眼眶泛红。周傲天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去看看吧。”另一边，夭夭陪着孙花花在展区参观，突然被一群保安拦住。一个女人指着夭夭大喊：“就是他！他以前拍过低俗视频，还敢来设计展！请你离开！”没有证据，不许污蔑人。吉姆突然出现，对着孙花花尊敬地笑了笑。
孙小姐，别担心，我已经找到那个上传视频的人，让他做道歉视频，帮悠悠澄清。孙花花点头同意，吉姆立刻安排人去处理。周傲天看着周蛋蛋揉着肚子，笑着说：“饿了吧？我们先去吃饭，吃完饭再收拾西蒙。”爸爸，西蒙看起来就是个坏人，我们不能放过他。一家三口和夭夭、泽维尔一起走向餐厅，留下西蒙在原地脸色铁青。他知道自己的麻烦来了。餐厅里，周傲天刚点完菜，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就走到他面前，正是布鲁斯的孙女安周。你就是周傲天，我关注你很久了，我想做你的女朋友。安周不等周傲天反应，就踮起脚尖亲吻了他的脸颊。周傲天连忙推开他，脸色一冷：“我已经结婚了，这是我的儿子周蛋蛋。”不可能，你这么优秀，怎么会结婚？我不信。安周哭着跑开，周傲天无奈地摇了摇头。他不知道这一幕被西蒙看到了。西蒙误以为安周是周傲天背着孙花花谈的女朋友，偷偷跟踪他，趁其不备将他绑架，带到了自家庄园。不久后，周傲天收到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想救你的女人，就独自来马奇庄园，不许带任何人。”子豪，你跟着妈妈和夭夭、爸爸去救一个姐姐。爸爸，你要小心。周傲天安排好妻儿，带着哈伦赶往马奇庄园。庄园里，西蒙带着100名保镖埋伏在四周，看到周傲天进来，立刻下令攻击。周傲天，你敢下我的面子，我就让你有来无回。周傲天丝毫不惧，身形如鬼魅般穿梭在保镖之间，拳打脚踢，几分钟就制服了数十人。他冲到西蒙面前，一把将他挟持。你以为凭这些人就能拦住我？我告诉你，特尔姆国王都要给我3分薄面，你敢动我的人，真是找死！你到底是谁？我就是那个让特尔姆国王改变政策，不限流东方游客的神秘东方人。西蒙彻底绝望了，他知道自己惹到了不该惹的人。就在这时，庄园大门被推开，孙花花带着周蛋蛋、夭夭，还有嘉尔和皇家护卫队赶到。老公，你没事吧？没事，已经解决了。周傲天为了不让孙花花担心，故意说是嘉尔及时赶到，帮我制服了他们。嘉尔心领神会，点了点头。原来这儿目睹了安周被绑，立刻告诉了孙花花。孙花花联系嘉尔，带着人赶来支援。你为什么救我？你明明不喜欢我。我救你是因为孙花花让我帮忙，她不希望看到有人受伤。安周心里一痛，彻底死心了。事后，夭夭突然想起国内的选秀比赛，提醒周傲天：“傲天哥，选秀首场比赛今天开始，你是不是错过了？”糟糕，时差搞忘了。孙花花拿出手机查询选秀官网，惊喜地说：“你没有错过，已经晋级了。我提前跟导演打过招呼，让他给我留个名额，算是开了个后门。”孙花花和夭夭都笑了。周傲天看着身边的家人，心里满是幸福。泰勒家族也彻底臣服，特恩姆的麻烦终于解决了。特恩姆的事情处理完毕，一家人回国。第2天刚送完周蛋蛋去上学，周傲天的手机就响了，孙花花的声音带着哭腔：“老公，小梦和米白琴路上受到袭击，小梦重伤住院了，医生说她内脏受损，无法救治。”周傲天立刻赶往医院，看到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季小梦，心里一痛。季家的一些亲戚看到周傲天，立刻围了上来：“都是你，要不是你，小梦怎么会受伤？你赶紧赔钱，否则我们不会放过你。”大家别误会，小梦是意外受伤，跟周傲天没关系。医生李俊走过来，摇了摇头：“季小梦的情况很严重，我们已经尽力了，你们准备后事吧。”“我能救她，我用针灸试试。”“针灸能救内脏受损，你别异想天开了。”周傲天不理会他，拿出银针，开始给季小梦针灸。刚扎了几针，继父就冲了进来，看到周傲天在折腾女儿，怒火中烧：“你在干什么？不许伤害我的女儿！”“爸爸，别阻止他，我相信周傲天。”继父愣住了，只能退到一边。周傲天继续针灸，半小时后，季小梦的脸色逐渐红润，呼吸也平稳了许多。李俊和老院长看得目瞪口呆：“奇迹，真是奇迹！周先生，你真是神医啊！”季小梦缓缓睁开眼睛，对着周傲天露出了虚弱的笑容。周傲天松了一口气，转身对李俊说：“医者仁心，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个病人。”“我受教了。”周傲天刚走出病房，中医部的王大夫就拦住他：“你的起针手法不对，这是在折磨病人。”“王大夫，你误会了，季小梦之前已经抢救无效了，是周先生用针灸救了她。”“是啊，我可以作证。”“周先生，谢谢你救了我的女儿。”王大夫脸色通红，羞愧地离开了。周傲天刚要离开医院，手机就接到一个境外电话，声音阴冷：“周傲天，想救米白琴，就来城郊废弃酒店，不许报警。”周傲天眼神一凛，立刻赶往城郊废弃酒店。城郊废弃酒店顶楼，米白琴被绑在柱子上，几个绑匪拿着枪指着他。看到周傲天进来，绑匪头目一把将周蛋蛋拉到身前。原来周蛋蛋偷偷跟着周傲天来了。
周傲天，没想到你儿子也来了，正好一起陪葬。绑匪头目举起枪对准周蛋蛋，周傲天瞳孔骤缩，脑海里响起系统提示：丁，检测到宿主儿子生命危险，解锁皮皮超人称号，获得橡胶身体特性。周傲天的身体瞬间变得像橡胶一样柔软，子弹打在他身上直接被弹开。他纵身一跃，冲到绑匪头目面前，一拳将他打倒在地。他是精英特种兵，我们不是对手。绑匪们吓得纷纷投降。周傲天解开米白琴的绳索，将他交给随后赶到的魏建福派来的便衣警察。爸爸，你好厉害，像皮皮超人一样。以后不许再偷偷跟着我了，太危险了。纪晓梦和米白琴的事十分蹊跷，看来是有境外势力知道我回国，等不及了。第二天，周傲天带着周蛋蛋来到之前在特恩姆看到的海报上国际儿童比赛报名点。周蛋蛋的同桌小美也在，看到小美，周蛋蛋有些犹豫，他想和小美一起报名，但又不好意思开口。这时，工作人员朱爽眼看小美涂涂改改几次报名表，不耐烦地走到小美妈妈面前，脸上满是轻蔑。你女儿这么蠢笨，还想参加国际比赛，肯定比不过外国孩子。还有你穿的包是假货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你不能这么说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包是正品。人种无高低，孩子也没有蠢笨之分，你作为工作人员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哼，我只是实话实说，你管得着吗？朱爽的上司李顺赶到，朱爽立刻换了一副嘴脸。李经理，我只是提醒这位家长考虑一下报名费，毕竟比赛难度很大。别理他，我帮你报名。周傲天帮小美妈妈填好报名表，其他家长也纷纷围过来，让周傲天帮忙讲解报名流程。朱爽被冷落在一旁，脸色难看。你给家长们讲解一下比赛规则。我记不太清了，线下报名的规则和线上不一样。你作为工作人员，连规则都记不住，太不专业了。朱爽背对的哭了起来，拿出手机给表姐季甜甜打电话，让她来撑腰。季甜甜赶到后，看到周傲天，立刻恭敬的鞠躬。周董，您怎么在这里？家长们惊呆了，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普通的男人，竟然是培训机构的老板。朱爽也傻眼了，连忙改口。周董，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不仅不专业，还造谣生事，这样的员工留着也没用。朱爽，你被开除了。朱爽哭着跑了。周傲天看着小美妈妈手里的包，脑海里响起系统提示：丁，检测到宿主需要维护他人尊严，解锁全球首席奢侈品鉴定师称号。周傲天拿起包，仔细查看了一下，这是正品，而且是限量款，价值不菲。以后再有人说你的包是假货，你可以拿我的话反驳。小美妈妈连连道谢，顺利报了名。而周傲天看着两个孩子天真的笑容，心里满是欣慰，不仅化解了危机，还帮儿子找到了比赛的伙伴。周傲天转身去医院看季小梦，医院里继父热情地接待了他。周先生，谢谢你之前救了小梦。举手之劳。对了，季甜甜最近压力很大，你多关心一下她。我知道了，你和甜甜只是朋友，对吧？当然，我已经结婚了。周傲天离开医院，回到家，却看到叶启美坐在客厅里哭。周先生，季小梦虐待我，她不让我吃饭，还打我。你只是饥饿，没有受伤。说吧，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我没有。魏建福，你让叶启美来试探我，对吧？现在立刻把她接走，否则我投诉你。周傲天，对不起，这是上级的考验，我也是奉命行事，我马上派人接走他。2小时后，一群穿着安保制服的人来到周家，接走了叶启美。周傲天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总觉得有些不对劲。果然，没过多久，吴鹏飞就带着手下赶到。周先生，刚才的是假安保，电梯里有监听设备，叶启美被绑架了。周傲天眼神一凛，立刻调取监控，发现叶启美被带上了一架直升机。这时，泽维尔的电话打了进来。周傲天，明天吕云凯的官司就要开庭了，你别忘了。我知道叶启美被绑架了，绑匪让我去宏宇大厦救人。周傲天带着吴鹏飞等人赶往宏宇大厦，路上，周蛋蛋兴奋地说：爸爸，我们是不是要体验皮皮超人的冒险？是啊，到时候你要听我的话。抵达宏宇大厦，吴鹏飞拦住周傲天：周先生，里面太危险了，我带手下进去就行了。不用，我必须亲自去。电梯里，周傲天注意到吴鹏飞的几个手下神色异常，突然开口：刘宇、张望，你们是绑匪的奸细吧？两人脸色骤变，拔刀遇袭，被周傲天与吴鹏飞合力制服。电梯门打开，金发碧眼的贺纳帅士兵等候，嘴角勾起冷笑：周傲天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居然识破了内奸。
放人，否则后果自负。宏宇大厦顶层，赫娜坐在沙发上，傲慢开口：交出机甲核心技术，我就放了他。至于你和吴队长，不过是个小角色，也配跟我谈条件？你只是个公爵，我爸爸连特恩姆国王的晚宴都敢拒，你算什么？小孩子别乱说话，特恩姆怎么会给东方人面子？话音刚落，周淡淡的手机响起，贾克斯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赫纳公爵，皇后陛下有令，立刻释放人质，否则拉尔斯王室将面临全面制裁。不可能！周傲天刚要求见叶奇美，窗外传来狙击枪上膛声，他一把将赫娜拉到身前，子弹擦着他的肩膀飞过。带路，再耍花样，下一颗子弹就打在你头上。跟我来！抵达储物间，叶奇美被绑在柱子上，安州突然带着哈伦等人出现。赫娜，你敢动泰勒家族的人？赫娜的士兵瞬间被制服。此时泽维尔带着人赶到，安州瞥了泽维尔一眼。当年我疏远你，就是因为你太笨，配不上我。我才不笨！解决完绑架的事，周傲天参加开庭。法庭外，记者围堵得水泄不通。周傲天被追问时，淡淡开口：吕云凯是否有罪？证据会说话，但作为父亲，他严重失职。庭审现场，吕云凯矢口否认：我没有杀乐乐，是钱慧诬告。钱慧情绪激动的控诉。周傲天呈上通话录音与银行流水。吴鹏飞带着家暴证明赶到，语气坚定：法官大人，周先生是国家重点科研人才，恳请尊重其证言。周傲天传唤郭敏，他捧着录音笔落泪：这是吕云凯承认杀人的录音，我是共犯，愿意伏法。铁证如山，吕云凯与郭敏当庭定罪。刚走出法院，周淡淡挠着头道歉：爸爸，我替你答应夭夭参加选秀加赛了。周傲天无奈应允。抵达现场时，夭夭正焦急等候。加赛淘汰制更严，现在全靠人气撑场。后来周淡淡贪玩，跟着夭夭跑上舞台，照射灯突然故障，悬在半空，直播弹幕瞬间爆炸。周傲天在等候室换装，听闻孩子特征是黑西装、红蝴蝶结，立刻冲了出去。周傲天，这里是赛场，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滚开！叮，解锁轻功达人称号。周傲天纵身跃起，稳稳落在升降台上，抱起周淡淡落地，全场掌声雷动。我儿子没事，不过这场比赛我退出。不要退，我们要看你表演。周先生，只要你留下，夭夭直接晋级常驻嘉宾。好，我留下，但声明一点，我与夭夭只是朋友。完成表演回家后，孙花花来电，兴奋告知 Clark 董事长回国办展览，邀请我参与设计。周傲天听了也十分高兴，约定与其见面，但却被北南先生临时叫去见高层老人。你的机甲技术太重要，未见福愿号巨资留你。谈话间，老人的夫人突然昏倒，周傲天欲施就被北南先生阻拦。已叫救护车，不劳烦你。不久后，周傲天与泽维尔、安州回酒店的照片被曝光，何峰买通媒体造谣叶慧良女。周傲天联系导演，约定在恒盛酒店顶层反击。何峰误以为见导演，独自赴约，看到周傲天与记者群，瞬间慌乱。周傲天，你故意针对我，造谣我出轨，陷害我儿子，这笔账该清了。你敢打何峰，我们几百万粉丝不会放过你。报一下我的粉丝数。周先生账号200万活跃粉丝，远超何峰。对不起，是我们误会。就在周傲天筹备选秀之时，卫健福紧急来电，火箭项目出重大故障，只有你能解决。周傲天立刻赶往研究院，网上因他缺席选秀骂声四起，孙花花与周淡淡遭网络骚扰。但就在选秀直播现场，导演突然切换画面，火箭升空的壮观景象震撼全场。周傲天身着宇航服的身影出现，研发总师激动宣布：周傲天先生是火箭项目的核心功臣，他主动请缨担任宇航员，完成太空维修任务。高层老人也出镜表扬：周傲天是我们国家的青年楷模。舆论瞬间反转，观众纷纷刷屏。原来在做这么伟大的事，向周傲天致敬。后续，周淡淡斩获天才比赛全球冠军，成为首位获此荣誉的东方人。周傲天从太空返回，被誉为民族英雄，打造的国潮奢侈品牌风靡全球。孙花花跻身国际顶尖设计师行列。周淡淡小学毕业即被顶尖学府特招，参与重大科研项目。一家三口热衷公益，获全球赞誉。